我們都知道人類對黑暗的恐懼由來已久，後來蠟燭和電燈的發明讓我們能夠克服心中的恐懼，看見黑暗中的事物，探索更廣闊的世界。但是小花最近玩了一個叫《彩石上驚魂》的恐怖遊戲後，連續的失眠讓她苦惱不堪。為什麼電燈把房間照得通亮，自己玩遊戲還是怕的不行？看着只是一個20多英寸的屏幕，又不是真的面對吃人的黑影，這種虛假又真實的恐懼到底是怎麼被游戏造出来的？更讓他搞不懂的是，儘管失眠讓他感覺難受，但他又对这部游戏有这么种说不清的痴迷。實際上，遊戲和現實之間本來就存在着巨大鴻溝，你和遊戲開發商都非常清楚。所以《彩石上驚魂》在開始向你推銷它的恐怖體驗之前，一定會提前修建一座跨越鴻溝的橋梁，先和現實中的你建立連接，後面嚇你才有戲。一群年輕的指導員送走夏令營的最後一批學生後，本來正要收拾行李打算離開。Kevin 對夏日戀情的戲謔調侃讓 Jacob 想起了和 Emma 分手的傷感，可在眾人的連續調侃中，他只是表面裝作不在乎。在這段充滿搞笑輕鬆的遊戲開展中，不管是 Kevin 的機智靈巧，還是 Jacob 的中二痴情，或是 Dylan 的嘴欠聰明，或者 Ryan 的沉穩安靜，每個人的性格特點都被那些辛辣搞笑的對話和出众的演技刻畫得生動至極。於是你不由自主地聯想到現實中的某些朋友，你甚至有點喜歡這些虛擬的人。Supermassive 非常聰明，他把連接的橋梁先偽裝成一部青春與愛情的電影，讓你先喜歡他們，在乎他們，先和玩家完成情感上的綁定。但這種連接還是有點弱，說白了，你還是看戲的，別人的故事不需要你來承擔後果。遊戲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遊戲的多主角設定正好給了你親自扮演和操縱每一位角色的機會。他們不再只是陪你演戲的 NPC， 他們還是你怎麼動他們就會怎麼動的虛擬分身。這種連接和控制就像提線木偶一樣堅固，遠比單純看劇情入腦入心。逐漸的，你進入了角色，變成了他們，他們的問題也就變成了你的問題。坐在屏幕前的你，或許正從保持距離的旁觀看戲開始變得躍躍欲試。所以當連接成功建立後，一系列不可逆的危機開始把你推入絕境。其實在2個月前的一個夜裡，彩石場夏令營中已經有2位指導員在惡魔的襲擊中離奇失蹤，其中一個叫 Laura。 眼前的這群年輕人原本可以在天黑之前安全離開，但這一切災難的開始只是源於 Jacob 對那個夏日戀情的執着。朋友的調侃讓他不願面對分手的事實，就故意把面包車弄壞。他還想知道就會賭一把，哪怕只有1個晚上的翻盤機會。這堪稱完美的破壞動機，幾乎很難發現是遊戲精心布的局。夢魘的開始仿佛在角色的性格和經歷中便早已注定。營隊長 Chris 對面包車的故障表示出令人意外的憤怒和焦慮。驅車離開前警告主角團，今晚務必要鎖好門窗，待在屋裡。可一群不明真相、荷爾蒙爆棚的高中畢業生又怎會乖乖聽勸？篝火晚會的離別狂歡才是這個時候這個年齡段更該做的事。夜色中，篝火映紅了每張年輕的笑臉。真心話大冒險是你最喜歡的情節，總算可以抓住機會八卦你喜歡的角色的那些小秘密。可誰又能想到，一個平常就會再正常不過的小遊戲，卻成了分離主角團的導火線。艾瑪親吻 Nick 的出格玩笑，讓本來對這2個人愛慕有加的 Abby 和 Jacob 因為嫉妒和失望紛紛離去。獅子在狩獵時經常會先把弱小的獵物與獸群隔離，但在彩石上的這一晚，藏在黑暗處的惡魔都不被親自動手，獵物自己就會因為魯莽和愚蠢而擅自離開人群。遊戲早已把主角團分離的命運刻在了劇本。獨自面對黑暗就會產生恐懼，就像你一個人走夜路。Supermassive 可不會輕易放過這個讓你渾身戰栗的機會。在寂靜嶺這類遊戲中，遊戲會經常使用轉彎較多的走廊來壓縮玩家的視野和安全空間，但不會收走玩家隨便觀察環境的自由。當艾比獨自在夜晚的森林裡找路時，你會發現走着走着，你突然變成了紙片人。原來可以觀察環境的自由視角，突然变成了只能看到一面的固定视角。夜晚的漆黑本来讓看清方向都難，遊戏偏偏用每隔一段的固定视角，故意搞亂你的方向感。
而方向感一旦喪失，感知危險的能力就會變弱，你就會開始恐懼。遊戲此時就會不失時機地放出一些幽靈的耳邊悄悄話來故意嚇你，他絕不會錯過這個讓你恐懼加倍的機會。不僅如此，地圖上明明跑回去只有幾分鐘的路程，遊戲卻故意讓你只能慢慢往外走，幾分鐘的距離被遊戲憑空拉長，更別提黑暗中還有嗜血的惡魔在緊盯着你，每一秒都變得格外漫長。現實中迷路，你的本能會讓你打開手機向熟人求救，可在遊戲裡，在你來到這片沒有信號的山區時，你就已經被變相隔離。只有一個例外，喜歡你的 Nick 會去找你，短暫的重聚讓你對他的愛意重新燃起，可臨終的惡魔並不會就因此放過你。你也第一次看清了惡魔的可怕身形，那東西絕不是普通野獸。你倆被袭擊冲散，Nick被咬成重傷，你被惡魔繼續追擊。遊戲突然給了你跑的能力，但只允許你操作 QTE， 你必須在極短的時間裡按对按鍵，才能躲過怪物的利爪和不小心摔倒的危險。為了怕自己操作失誤小命不保，你甚至開始調整坐姿，把手柄收在了胸前。遊戲裡的一路逃命讓你精神高度緊張，現實中的你有那麼一段時間竟然進入了一種高度專注的神奇狀態。有人喜歡把它叫做心流，你忘記了周遭的現實和安全的卧室，你的注意力已經和现實徹底脫離。遊戲裡的恐怖終於有機會肆意侵占着你對現實的微薄的覺知和意識。被咬伤的 Nick 在被大夥救回後，行為卻越發的怪異，開始表現出对阿比詭異的痴迷。營地不知何時停電，靈珠的惡魔也出現在附近，游泳池裡還發現了漂浮的屍體，異象頻發，噩夢臨近，20幾英寸的顯示器也擋不住你不由自主的恐懼。在逃生這類恐怖遊戲裡，極端壓抑恐怖的環境氛圍和全程只能跑和藏的極限玩法，都是為了單純制造極致的恐怖體驗。恐怖本身就是目的，但在這款遊戲裡，制造恐怖只是它的手段，讓你能憑借着人性中的那些閃光品質，在夢魘般的夜晚中堅強地活下來，才是 Supermassive 真正想要做的事。雖然人群中的 Nick 早晚會變成惡魔，離群夥伴的生存幾率也越發渺茫，眾人的命運看似在朝着深淵不可控地滑去，但遊戲還是在不斷給你創造各種機會，讓你和同伴們都有機會熬過这惡魔般的夜晚，直到黎明。只是機會總有些稍縱即逝，有時候需要你用善意來抓住它。角色之間的對話閒聊有時看似不經意，你怎麼選好像都有道理，但實際上卻是遊戲在給你活命的機會。如果你能小心地決定你說話的態度，盡量釋放善意，在你危難的時候，那份曾經的善意將會以豐厚的獎勵回報你。在 Lara 和警長的章節裡，如果你一開始表現出理解和信任的善意，在逃離時沒有選擇開槍，而是選擇了道歉，在此遭遇後，你不僅不會被警長幹掉，你還會收穫一個相當可靠的盟友。可一旦反過來，你將錯過真正的機會。但光有善良還不夠，有時候你還需要一點點智慧。散落在黑暗角落的塔羅牌是能夠幫你揭示未来命運的預兆，在你判斷已經走偏，下一步就要丟掉性命的時候，那張提前找到的塔羅牌可能就会讓你躲過一劫。但你一定要有看懂預兆的智慧，特別是有時候幫你揭示預兆的那個人也並不一定完全可信。但塔羅牌只能江湖救急，隱藏在黑暗中的各種線索和證據，或許才是更有價值的東西。它们不仅能夠幫你揭露犯罪自證清白，還能幫你接近採石場驚魂的真相，解鎖隱藏對話，讓你在關鍵時刻做出足夠智慧的決定。但善良和智慧絕不是全部，你還需要有面對惡魔的勇氣。惡魔的速度和力量固然驚人，你或許根本跑不贏，但這並不意味着你一定會被吃掉。在被惡魔追逐的過程中，只要你保持沉着冷靜，在恰當時刻按對 QTE， 就能從惡魔的利爪間溜走，或者找個地方盡快躲起來，屏住呼吸，你就能逃過惡魔的嗅探和追擊。如果實在無路可逃，只能正面硬剛，遊戲也為不同角色準備了對應的強力武器。如果你是艾瑪，你就能用辣椒水和電擊棒來擊退惡魔；如果你是 Kathleen， 你就能用蟹膽醬和銀彈給予惡魔致命一擊。但要快準狠，容不得半點膽怯和猶豫。
但赢的电击棒可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你還得擁有踏入黑暗、找到他們的智慧和勇氣。當然，《殘忍的驚魂》的完整故事要遠比影片裡提到的更加精彩和不說明，但他知道恐怖體驗的秘密並沒有那麼神奇。為了讓你恐懼，先用甜蜜中帶點苦澀的青春愛情電影，讓你學會再來，然後再通過各種不可逆的危機把你逼入絕境，之後再制造各種视野、環境、慢动作、QTE 玩法的限制，把夢魘般的恐怖轉化為一種你親自參與的遊戲體驗。但到最後，你每一步選擇中所展現出來的善良和智慧，一定才是穿越恐懼、戰勝惡魔的終極武器。小花現在終於明白了恐怖遊戲制造恐怖的秘密。雖然有時候晚上還是會忍不住想起遊戲裡的驚悚片段，但他至少知道那不過是恐怖遊戲精心設計的嚇人把戲。遊戲裡正在表達的東西，也讓他真正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喜歡這款遊戲。我是 Gavin， 我們下期再見。911 You mean 911? Who says 911?